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我们好像好几周没有见了，对不对？大家都在看《心灵档案》、恐怖怪谈，好像停了过年，然后还有我生日嘛，对不对？隔了3周，今天再来跟大家见一次面喽。在恐怖怪谈开始之前，先祝我们的观众朋友、粉丝们新年快乐。昨天是元宵节嘛，接下来新年已经过完了，对不对？好 ，OK， 没有关系。那接下来新的一年呢，也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当然，也再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我。好，那接下来就废话不多说，就来介绍今天的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叫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其实今天这个经历是发生在美国。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医院这个地方它会不会闹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住在医院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传闻，甚至在医院有碰到一些比较恐怖的经历呢。没错，今天这个经历呢，其实这个医院它现在已经废弃了。那这个人呢，在这个医院还没有废弃之前，就碰到诡异的事情。那这个诡异的事情当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晚就让我来告诉大家咯。就科普利医院曾经是1886年的城市医院。当时仅有25张病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医院逐渐的扩建，几乎吞没了原本维多利亚时代的3层皇后安妮风格建筑。直到1996年，医院搬迁至更大的设施后，这里才正式的关闭。虽然医院的一部分已被列为历史遗迹，但市政府仍在极力的推动拆除。我无法责怪他们，因为这座建筑已经被长时间的遗弃，变得破败不堪。这座废弃的医院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仅有几个街区之遥，我经常会从那里经过。这座医院当然流传着许多闹鬼的传闻，我对它有种说不清的情感联系，毕竟我的2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每当我走到这里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有时甚至会走进这个医院，凝视着它残破不堪的外墙。我为它感到悲哀，它承载了无数人的生死，却最终只能迎来一颗拆除的铁球。这里曾经有不少所谓的灵异调查团队闯入探险，至少他们自称如此，我不知道他们有多震惊。还有许多城市的探险家偷偷潜入旧科普利医院，声称自己遇见了异象，无形的低语，幽灵般的声音，一个会自行移动的娃娃。或许这些都是真的。有一次在黄昏时分，我们经历了一场难以解释的惊吓。当时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前，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门往内查看。就在那一刻，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缓缓地向门口走过来。我不敢移动，心跳剧烈加快，想看清楚这究竟是什么。玻璃上的污垢使视线变得模糊，那个影子似乎伸出了手朝向我。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一只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猛然转身，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了出来，几乎要尖叫出声。就在那瞬间，我才意识到那只手的主人竟然是一名警察。短短1-2秒内，我的大脑才回过神来，刚刚在玻璃门上看到的影子，其实只是这位警察从我背后走近的倒影。这种发现让我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愚蠢至极。警察见状似乎憋笑着，他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毕竟周围贴满了禁止进入的标志。我老实的回答，只是停下来想起一些回忆。他似乎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努力忍住不要笑出来，像是在嘲笑我刚刚差一点被吓到昏厥的样子。我不敢说这家旧医院没有鬼，因为我确实相信它是闹鬼的，因为那里的门已经关闭了那么久，那些幽灵仍然还存在在那里吗？回到1981年，我在这家医院生下了我第一个孩子，最终因为并发症，
我被迫接受了紧急剖腹产。当麻醉药效逐渐消退后，我坐在床上，犹豫着要不要按铃叫护士。我感到口干舌燥，但又觉得时间已经很晚，毕竟整个产房楼异常的安静，这意味着探病的时间早已结束，大多的病人已经入睡。我深知护士的辛劳，毕竟我的姐姐都是退休的护士，我不想为了这点小事而打扰他们。我心想，或许等他们巡房时再要求帮助吧。就在这时，一位修女悄悄走进了我的房间。尽管附近有一家天主教教堂，但我仍然对她完整的修女装束感到惊讶。从白色的头巾、黑色的长袍，到腰间层层的念珠，她与电影里那些古老修道院的修女几乎一模一样。我嗓子干涩地说：“你好，修女。”她微笑着，静静地拿起床头的水壶，为我倒了一杯水。为什么他们总是把水放在病人无法触及的地方呢？我迫不及待地喝了下去，感到无比感激。他轻声问说：“好点了吗？”我模糊地回应说：“好多了，谢谢。”然后躺回床上。那一刻，我脑海中闪过一个疑问：他的身影好像有些微的在发光，是灯光的影响吗？还是我的错觉？无论如何，她的存在让我感到安心无比。修女再次微笑，然后静静地离开了房间。第二天，几位修女来探望我，她们穿着较现代的修道服，浅灰色的过膝裙，简单的头巾。我忍不住好奇，询问昨晚那位修女的衣着，结果她们疑惑地对视着，然后告诉我，我们的修会已经很多年不穿那种传统的长袍了。或许你遇见的是来自别的地方的修女吧。他们的语气让我感到毛骨悚然。5年后，1986年，我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依旧是剖腹产。这次夜班的护士凯伦是个极为亲切的人，她会偷偷从护士休息室为我带来夜间的咖啡，在有空时会陪我聊天，让我住院的生活变得轻松不少。有时候，如果我半夜睡不着，他甚至会推着我的点滴架陪我一起散步。正是这一次深夜的巡房时，我又见到了那位修女。她从我们所称的静默病房走了出来，那是个专门为失去婴儿的产妇准备的区域，远离新生儿病房，避免他们听见婴儿的哭声。凯伦和我总是在接近那条走廊时默契的转弯，因为那里实在太过哀伤。修女低头的默祷，缓缓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正想开口打招呼，凯伦却突然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臂，力道之大，几乎让我摔倒。我转头看她，只见她脸色惨白，嘴唇颤抖。你看见了吗？她的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什么？那个修女吗？我困惑地回答着，毕竟修女应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吧。凯伦疯狂地点头。我们俩再度转身朝修女的方向望去，但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刚刚还存在的修女消失得无影无踪。回到病房后，凯伦颤抖着告诉我，我们刚才看见的是修女奥古斯塔的鬼魂。她说，这位修女曾在一场火车事故后抢救伤者，自己却因为感染而死。然而，她的灵魂却一直徘徊在这座医院，照顾着病人，正如当年我在产房遇见她的那一晚一样。其实介绍完这个恐怖怪谈，因为我发现其实今天这个好像没有那么恐怖，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你不觉得吗？一个在生前尽忠职守的修女，即便她过世了，还在医院当中尽忠职守着这边医院的病人。就好像说在台湾有一些人就是在工作时不幸意外亡生，因为他责任感又很强，所以说有一些人有可能会在这些公司或这间工厂还持续看到这一个人一直现身在这里，继续完成他生前未完成的使命。
好像军队当中有类似的故事嘛，但其实这些东西听起来是有一些淡淡的悲伤。为什么修女其实她这一生都奉献给了上帝，最后她的灵魂却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个地方，她却选择留下来继续帮助人们，即便她已经过世了，但她还是要继续帮助。所以呢，有时候好兄弟不见得是可怕的，你不觉得吗？有时候可怕的反而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吗？好 ，OK， 我是工商的启明，那今天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最后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拜拜。